给大家看看我的这盆树，还结了2个小果。大家猜猜看这是啥？答案会在本片尾揭晓。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喜小厨的菜园子。我前段时间出门了1个多月，然后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家后院本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小菜园，就变成了后面这个样子。石头缝里、花坛里到处都是杂草。上次呢，我发了一个短视频，然后说我这些杂草的问题，就有网友呼吁我就录一期我怎样除这些杂草的视频。所以今天我就录这期视频来展示一下这些杂草我要怎样清除。但是咱们除杂草呢，首先我想在开头的这个部分给大家讲一下、分析一下除杂草，通常家庭除杂草的几个方法。因为杂草问题是每一个家庭花园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现在视频的前半部分讲一下，怎样除花园里的杂草，然后后半部分我再来现场除我这些杂草。通过这些年的经验和所学呢，我总结下来，对付杂草主要有4点。这4点呢，可以说是4个方法。你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呢，通常是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所以这4个方法大家都理解了，才更好方便搭配使用。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常用的，用手拔，用手或机械来物理去除杂草。这种方法呢，先说好处吧，它就是可以除得很干净，比较干净。你可以连根拔除斩草除根。再一个呢，就是非常环保，没有任何药物对周围的土壤的影响。而且效果最快，立竿见影。缺点呢，显而易见，就是费劲、费力、费体力、费人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使用一些覆盖物，把这杂草盖住，这也是一种物理除草的方法，对土壤、对周围的环境也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使用的覆盖物呢，有很多种选择，像纸壳、塑料布，还有一种专门除草的叫割草垫、除草垫。还有一些就是用植物做成的那种厚的草垫子，比如说就是椰糠啊，或者一种植物纤维啊，这种草垫子做的那种厚厚的，那个也对除草效果非常好。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 mulch 就是这种碎屑、木屑，这种碎屑、木屑，还有石子、沙子这种覆盖物。但是这么说吧，如果你单纯的用 mulch 来防除杂草，那么你一定要铺得很厚很厚，这样它的新的杂草才很难长出来。这种除草和防杂草的好处呢，就是省力但是坏处就是成本高，你需要买一些就是覆盖物嘛，它本身是有成本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耗时很长。因为你要想把草盖住，它实际上是隔绝了生物的这个生长的3要素，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或者是没有水这样的话它会自然的死掉。但这个大概可能需要2个月、3个月，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来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把这个覆盖的底下这个杂草除掉。而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一旦将你这个东西揭掉了，它会继续生长杂草。任何东西放在草上，阻止了阳光、水分、空气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会抑制杂草的生长。看这个就是。那么如果这种东西放在草地上超过1个月，基本上就会开始慢慢的从上往下，这些杂草就会死掉。看这一块就是。但是当我把上面的覆盖物拿掉之后，1个星期它就会长出新的这个草，说明这1个月还不足以使这个草的根部死透，所以它就会再冒出新的。所以这是覆盖物的方法。第3点呢，就是使用化学药品除草剂嘛。除草剂呢，其实选项很多，它作用的原理也不一样。有的就是阻止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都是喷在植物的表面；有的是阻止植物的根部对营养的吸收。而且选择除草剂的时候呢，你有选择针对某几种杂草，甚至某一种杂草有效的。对于草坪这样的有一些你想保留的植物呢是没有伤害的。有一些除草剂呢是对所有的植物都有杀伤力的那种就是用在
那种水泥地面砖位，所以选择那种除草剂取决于你所使用的位置和想出杂草的品种。还有最后一种第4种方法，使用生物来对付杂草、除杂草，并且预防杂草。比如说山羊对于啃杂草、啃草皮是很厉害的。那么这一片草地都是杂草的话，你牵几只羊过来，定期的每周去啃那么几次，那么这个草地很快它就秃了。别说杂草什么的都没有了。还有养一些我曾经养过鸡啊，就是那个鸡对于草的杀伤力也是很强的。但话说就是对于什么草它都有杀伤力啊，就你把鸡放在草坪上，那你的草坪就废了。其实对于生物的这种除草的方法呢，还有不光是动物，其实我最推荐的是一些植物在种植方面的除草方法。植物除草其实与其叫除草，不如说叫预防杂草。就当你把杂草都人工也好啊，怎么除草剂也好都除掉了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你想要保护的地方种上你需要的地被植物。比如说这个地方它与其长杂草很难打理，那么不如种一些我喜欢的矮小的地被植物，小花啊，或者是草坪啊，那种你想要的草。这个地方如果长满了你所需要的植物，好看的你规划种植的植物，那么它杂草就非常非常少了。这土地资源是分配给了你想要种的这些植物，所以它就不会长很多杂草。在长期管理花园的时候，非常推荐的一种方式。那对于现在我的这个后院花园里，我是会使用几种方法叠加。我今天呢就要先使用手动的把这些杂草该拔的拔，该除的除，连根刨起也好，或者是表面上挖掉也好，我会用手动的清理一遍。未来呢，我会种一些我想要的地被植物，来减少它今后再长杂草的可能性。那么我现在先开始手动清除这1个月长出来的杂草。虽然旁边铺了 mulch 这一块呢也长出了杂草，但是呢相比之下，铺 mulch 的这个地方长杂草的数量跟速度是远远低于没有铺任何东西这个位置长的杂草的数量和速度的。所以其实铺 mulch 还是有用的，但是由于这个 mulch 它铺的不够厚，我铺的只是浅浅的一层，所以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如果是铺的足够厚的话，它的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到时候这个杂草的数量是可以接受的，偶尔有那么几颗呢，手动拔一拔就可以了。但是什么都不铺，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1个月就长了这么多。还好这个砖能拿起来。这串人参果长出紫色的花纹，就代表着已经熟透了，可以采摘了。哇！这颗很大，但是还没熟，再放几天。虽然除草很劳累，但是看到这些成果呢，心情就大好了。这个叫什么？地毯式除草，全都除掉。我发明的词语。经过了好几天的努力，在清理完前面这些砖缝里的杂草，大概是2周半个月吧，2周左右之后，看看这些杂草又长出来了。我当时有点后悔，当时纠结要不要在这个铺砖的底下铺上防草布，我有点后悔没有铺了。
不过没关系，现在呢还是按原计划进行，砖缝里的杂草再长出来，就用除草剂来清理。但我在考虑后面这些，之后在铺地砖的时候，下面铺一层防草布。现在我来进行第二步，用除草剂来喷这个小路上的杂草。由于我周围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和蔬果，我也不想这个除草剂被吹到旁边，然后伤害到我的其他的植物，所以我这次选了一个有机成分的。而且在喷除草剂的时候也要注意天气，不要有大风，然后不要下雨，温度呢最好也是不要超过25度，就在15到25度之间是刚刚好的。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还可以，有一点点微风。然后喷除草剂呢一定要注意帽子、口罩、手套还有长袖长裤都要穿好了，以免喷到自己身上。先做好对自己的防护很重要。由于我要喷的地方不大，面积比较小，所以我买了一瓶小的。然后这瓶是 ready to use， 意思就是不用进行勾兑了，它已经兑好了。那么我可以直接喷，直接使用就行了。我是早上喷的，然后现在是下午，就已经干枯了，还是挺快的。除草前后的对比。杂草清理差不多了，心情也不一样了。接下来我要再继续做呢，就是把这些红色的 mulch 再补充一些，加厚一些，然后再继续铺地上的水泥路砖，把 greenhouse 这个侧面和后面都铺上。这一次呢，我要考虑先在这个小路下面垫上防草布。之前的这一段我没垫呢，主要原因是我想在这个水泥砖的砖缝里撒一些我喜欢的那种地被植物的小花种子，让这个砖缝开出这个五颜六色的小花，应该也挺漂亮的。但是后续铺完了以后，我发现这个砖缝呢比较小，不太适合种地被植物，所以呢就没有去搞。所以接下来呢改变计划，小路底下铺上防草垫，到时候看看效果如何。除草防草真的是园艺生活当中每天都进行不完的永无休止的工程。希望我的朋友们也能找到适合自己家的除草和防草的方法，愿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又愉快的园艺生活。好啦，感谢您收看这一期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节目。喜欢家庭园艺，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经历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再会。天藤的那棵小树现在公布结果喽，这是一棵咖啡树，那么这个果呢就是咖啡果咯，你猜对了吗？